我是甜宠文男女主的女儿，出现在爸妈故事的结局和哥哥的番外里。我享受着全家的宠爱，所有的任性都有人为我买单，只用当一个快乐的小公主。哥哥则从小被爸爸重视又打击，黏着妈妈还会让爸爸吃醋，不得已放弃自己的爱好，手握学霸加霸总剧本，成为优秀的集团接班人。某一天，我坐在黄毛小伙的小电驴上吹风，突然意识到这一切都不对劲，非常不对劲。晚自习间，同学们都在埋头苦学，我却带着全身的肉费劲地爬上学校一角的围墙。围墙外，几个顶着黄毛绿毛、基本两两骑在小电驴上的精神小伙纷纷小声为我加油打气。我费了吃奶的劲才翻过围墙，扶着墙大口喘气，汗如雨下。他们坐在电瓶车上看着我哈哈大笑，说我该减肥了。我有点委屈，我是个吃货，从小到大都是白白胖胖的，爸妈、哥哥和我认识的所有人都没说过我胖，更别提要我减肥。我以前上的都是私立学校，老师同学都认识我和我爸爸，他们都夸我肉的很可爱。直到追着哥哥来到这所公办重点高中，身边才开始有人说我胖，要我减肥。行了，闭嘴吧。把小电驴停在最前方的一个黄毛男生说，他叫陈矿，是附近职高的学生，和我同龄，长得也比其他人帅气，看起来痞痞的，和我以前遇到的男生都不一样。陈矿一发话，其他人都安静了。陈矿的后座空着，那是留给我的位置。副角角，别发呆了，快上车。他扔给我一个粉色头盔，我顿时手忙脚乱，还是没接住，头盔摔在地上。精神小伙们又哄堂大笑，真笨。陈矿也低骂一声。我虽然真的笨，但从小到大根本没人当面说我笨，还笑话我。我委屈极了，把头盔往他们的方向一踢，我不去了。反正是昨天才认识的，不就玩个电脑打个游戏吗？我家有专门的电竞房，他们玩的游戏还是我爸爸开发的呢。可他们闻之色变，我不去就没人那么大方给他们充钱买装备了，于是一个两个都下车来哄我。陈矿面露不悦，他没下车，只说爱来不来。嘿，小子，你引起了本小姐的注意。正逢黄毛小狗把我的头盔捡起来，我一把夺过头盔往头上一盖，气呼呼地说，我就要去，就不给你一个人买装备。然后大跨步坐上小狗的后座，我一上去，感觉车轮胎都扁了几分。陈矿不搭理我，载了另外一个人，我们正式出发。这是我第一次坐小电驴，晚风吹拂，好慢，好舒服。我放空自己的大脑，还没2分钟就想到哥哥现在肯定在刷题，过2天月考哥肯定又是第一。唉，为什么明明是龙凤胎，哥哥那么聪明，我却这么笨呢？我好像也不是一直都这么笨，听陈怡说我小时候和哥哥一样聪明，对数字和钱格外敏感，哥哥反而更喜欢历史。可爸爸说我是女孩，我只需要当一个快快乐乐的小公主，他和哥哥能养我一辈子，继承家业这种苦差事就交给哥哥去做。于是从小学开始，每逢假期我就跟着妈妈满世界旅游。爸爸很忙，偶尔也会陪我们一起。哥哥则永远被留在家里补课学习，除了去各地各国参加各种竞赛，基本没有去其他地方的机会。哥哥也变得越来越不苟言笑，可我记得哥哥小时候明明很爱笑。长期吃喝玩乐和爸妈的放养式教育导致我成绩很差，除了经常出国练就的一口流利英语外，啥都不会。爸妈根本不急，他们给我规划的路线是学美术读国际高中，然后直接去英国或美国留学，镀个金回来办画展。有我爸这层关系，我的画多的是人抢着买。而哥哥则是走高考学霸路线，必须拿个高考状元，在国内读顶尖高校本科后再出国留学，完成学业后回国进入集团工作。可我对美术根本不感兴趣，也完全没有天赋，
初三随便画个红色的苹果，居然都被卖了几个 W， 假的离谱。于是我非要跟着哥哥读他那所高中，哥哥是凭着全市第一的成绩进去的，成绩踩在普高线上的我，则是凭着爸爸捐的一栋新教学楼拿到借读名额进去的。我跟哥哥不在一个班，开学1个月了，哥哥依旧努力学习，我依旧摆烂。以前不觉得有什么不对，可今晚吹着风，看着小狗黄色的后脑勺，我突然有了一个疑惑，为什么爸爸妈妈默认哥哥应该努力学习继承集团，我却只能挥霍无度，混吃等死呢？这个问题一冒出来，我感觉周围有什么东西在崩塌。副角角，到了，你又在发呆。小狗的手掌在我眼前晃了好久，我才回过神。网吧在一个杂乱拥挤的小巷子里，很多社会青年男女来来往往，空气中弥漫着挥之不散的烟味，地上全是各种垃圾。我讨厌这种环境。我昨天怎么会突然逛到这里呢？怎么会走进这条巷子，进入那个网吧呢？我记得这个网吧里面也脏乱、拥挤、吵闹。我退缩了，于是我下车，从口袋里随手掏出几张红票票递给小狗，请你们吃烧烤，我不去了，以后也不会去了，你们不用再来学校接我了。除了陈矿，其他人都懵了。小狗挠挠头发，眼神有些慌乱，是因为我们一开始笑话你吗？对不起啊，我们不是真想嘲笑你，只是习惯了，我们没有恶意。不是的，我说我们这个年纪不应该来这里，你们去吃烧烤吧，以后也别来了，应该要好好学习才对。再见。我把钱塞给小狗，站在路边随手拦了一辆出租车，让他送我去学校。司机用异样的眼光打量了我一下，你是一中的学生？我指着夏季绿灰色校服上的校徽点头。司机开动车子，借读的吧？那些是你以前的朋友？不是，昨天才认识。司机道，小姑娘，你以后别来这附近了，这里比较乱。你爸妈花钱供你去一中读书不容易，一中的借读费可不便宜，好好学习才能回报你父母。我又想到了那个问题。是的，我这个年纪应该好好学习才对。我不经意间瞟了眼后视镜，发现小狗他们都进巷子里了，只有陈矿还站在原地。他在看我，我看不懂陈矿的眼神，车子越开越远，他也消失在我的视线里。司机把我送到我翻墙的地方，付了车费，我又哼哧哼哧翻过围墙。不知为何，感觉我翻进去比翻出来容易多了。第一节晚自习还没下课，我不好意思直接跑进教室，便偷偷溜去同楼层的女厕所蹲着，一直到5分钟后打了下课铃，陆陆续续有女生进来，我才推开门装作刚上完厕所洗了个手再回教室。我所在的是高一12班，这个班里有10个和我一样的借读生。在一中，老师们看的是成绩，再有钱成绩不好，大部分老师一般也不会关注。学生2两一桌，分为4组，我成绩垫底，坐在第3组最后一桌。妈妈在开学前就来学校和我的准班主任饶老师拉近关系。同为女人，她砸了各种大牌包包、护肤品、化妆品，饶老师都不为所动，将礼物全部退还。饶老师说，在我的班上，只有成绩优秀和努力上进的孩子能坐在好位置。妈妈没辙了，想过给我换班，爸爸无所谓，他又不指望我好好学习，只要在学校过得开心就行，位置不重要。妈妈最听爸爸的话，爸爸哄他几句，他就开开心心地把这事抛到脑后了。以前的我当然无所谓，可现在我想好好学习。我个子不算矮，有1.64米，虽不近视，但前面坐了太多人，看黑板还是有些吃力。我暗下决心，一定要提升成绩，争取坐到前面去。副角角，上节课你去哪了？不会和昨天一样又逃课了吧？同桌郑思雨也是一个借读生，听说他是因为中考没发挥好，才没考上一中，不甘心便来借读。
可刚开学的摸底考试他考得也不好，这才分到这个班，和我当了同桌。不过以后不会了。我点头，在抽屉里翻了好一会儿，才翻到数学必修第一册，崭新的，连折痕都没有。郑思雨一脸见了鬼的表情，你要干什么？你不会要搞学习吧？对呀。我翻开第一章，什么元素集合？头已经开始疼了。郑思雨扑哧一声笑了，傅角角，你这什么表情啊？傻了吗？苍天啊！自从掌握加减乘除后，我基本上就没听过数学课了。这每一个字我都认识，组合起来怎么就看不懂呢？我看向郑思雨，诚恳地问：郑思雨，你能教我吗？郑思雨拿起他的数学练习册，姐，我今晚的作业都没写完了，下第二节晚自习就要交了。作业？什么作业？开学后我根本没写过任何作业，毕竟每一个老师都说要么交自己写的，要么不交，他们不收抄的作业。我是一个诚实的好孩子，我选择不交。郑思雨指向黑板，我伸长脖子看向黑板，每个课代表都会把什么时候要交的什么作业写在黑板的一角。好家伙，语数外物化生地，看来我今天又可以不交作业了，根本不会，根本写不完。我默默继续看书。郑思雨说：你不是傅云坚妹妹吗？你想好好学习的话，下晚自习回家问你哥哥呗。一中有住宿生和走读生两种，绝大部分学生都是住宿，毕竟高中时间很紧。6点半上早自习，晚上9点45下晚自习，除非住学校或学校附近，不然来来回回太浪费时间。家里常住的别墅离学校太远，爸妈又不满意学校住宿环境，直接在学校对面买了一个4室2厅的房子，走路最多只要10分钟。妈妈带着我和哥哥平时住在哪，爸爸得空也会来这边住。每天下晚自习，哥哥都会来我班上接我一起回家。久而久之，大家也都知道了，我是帅哥学霸的龙凤胎胖妹妹。一想到我哥每天回去还要挑灯夜战到12点，我都不好意思打扰他，便说算了吧，我哥也有自己的事要忙，我还是让妈妈帮我请个补习老师吧。郑思雨说，好吧，那你先自己看书，我把作业写完，你有不懂的就写草稿纸上问我。虽然我也是学渣，但还是能教你这个。他好像不知该如何形容我，转而捏捏我的脸，放心，既然你想好好学习，那我肯定尽力帮你。我露出大大的笑容，郑思雨，谢谢你。郑思雨的眼神一瞬间软了，我去，傅角角，你也太可爱了吧，你的脸也好软，皮肤真好。说完，又对着我的脸一顿揉搓。好在上课铃响了，不然我都怕我的脸被揉烂。事实证明，没有打好基础学起来真的很吃力，还没看几页呢，我就想放弃了。要不还是像爸爸说的一样，当个快乐的小公主吧，反正我也没什么梦想。学习太难了，可是以前的我好笨，好像废物啊。盯着书失神了好一会儿，直到一本蓝色教辅书被推到我面前，上面还贴了一张郑思雨写了字的便利贴，教材看不懂可以结合这本书上的讲解，上面还有很多经典例题。傅角角，加油！我望向郑思雨，他冲我一笑。这一刻，他在发光。我瞬间清醒，我怎么能因为这点小挫折就放弃呢？我怎么能心甘情愿当一个被爸爸和哥哥养着的废物呢？我应该要有自己的思想，要有自己的人生啊！我再度给自己打气，翻开教辅书，开始继续钻研。不出10分钟，我在便利贴上写下几个字给郑思雨，我没有草稿纸，能借我一张吗？郑思雨憋住笑，默默从抽屉掏出一沓草稿纸给我，最上面写着，送你了，数学题不是一张草稿纸能解决的。我觉得郑思雨想多了，我才看到集合的基本运算呢。唉，好难啊！角角，不知不觉，第3节晚自习也结束了。哥哥站在后门喊了我一声，
我从题海中回过神，转头看到哥哥满脸诧异，我忙把文具书本收拾进书包，跑向他。哥，你来啦，走吧。哥哥目光落在我的书包上，你刚刚是在写题目吗？我点头，哥哥，我想好了，我不能再浑浑噩噩下去，我要好好学习。哥哥抬手摸摸我的额头，你发烧了？好吧，我承认我的转变确实有点大。我认真地看着哥哥，也许你现在不信，但我一定会证明给你看，我是真的想努力学习的。哥哥突然笑了，他宠溺地揉揉我的头发。好，我相信你，有不懂的随时问我。这下轮到我惊讶了，在我的记忆里，哥哥很久没有笑过了。不过哥哥对我还是这么温柔。回家的路上，我跟哥哥说了很多我的计划。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和爸爸一样赚很多很多钱，现在也是这个想法。所以我要努力学习，考上一所好大学，学金融，赚大钱。哥哥听了我的话很开心，角角，你有目标就好。说说笑笑间，我们已经回到家里。妈妈在客厅追剧，听到响声，立马到玄关处迎接我们。宝贝们，欢迎回家，上学辛苦了。妈妈给了我和哥哥大大的拥抱，她看到我背上的书包，捂住嘴惊讶不已。角角，你居然背书包回来了。我道，妈妈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也要像哥哥一样做一个学霸。妈妈看向哥哥，那表情仿佛是在询问我是不是吃错药了。哥哥帮我解释，妈，角角是认真的。啊，可你昨天不是还逃课去网吧吗？听你班主任说你今天第一节晚自习也不在呀。妈妈关心地问，角角，你是不是受什么刺激了？学习多辛苦啊，爸爸妈妈不指望你接手集团，你只需要会花钱，开开心心的就行。我觉得妈妈的想法很有问题，便一脸严肃地说，妈妈，我记得你和爸爸都是 Q 大的学生，我听爸爸说你以前成绩也很优秀，还和同学创办了工作室。既然你和爸爸还有哥哥都是学霸，都可以追求自己的事业，我没道理当个只会花钱的废物，我也想有自己的追求。妈妈愣住了，随后热泪盈眶，抱着我一把鼻涕一把泪，太好了，我的角角终于长大了。说完，对着我吧唧亲了一口，这么好的消息我也要告诉你爸爸。我都没反应过来呢，妈妈就拿着手机去房间里给还在公司加班的爸爸打电话了。原来妈妈也一直希望我能有梦想肯上进啊。哥哥摇摇头，往自己房间走。我想到什么追上去，哥，你看，现在我也有目标了，你也大胆去追求你的梦想吧。哥哥背影一顿，我知道哥哥并不想继承家业，其实他应该是我弟弟。听陈姨说，我比哥哥先出生5分钟，但爸爸妈妈为了让我有个哥哥照顾我，决定说是他先出生，让我当妹妹，成为被照顾的人。一同牺牲的还有哥哥的爱好。哥哥喜欢历史，想当考古学家。小时候我经常看到哥哥看历史地理类的书籍和纪录片，他还会给我讲很多历史故事。当然，我听着听着就会睡着，一个都记不住。爸爸觉得历史当作爱好就行，他让哥哥看财经杂志和节目，逼着他上各种各样的物理数学竞赛班，要把他打造成完美的集团接班人。哥哥反抗过。初2那年，我无意中听到哥哥和爸爸在书房里争吵。哥哥说他讨厌学术理化，讨厌财政金融。爸爸说哥哥是集团接班人，他必须学这些。哥哥质问爸爸，为什么我可以不用学习，可以满世界疯玩？爸爸说，因为我是妹妹，是女孩子，女孩子开心就好。哥哥是兄长，是男人，要承担起保护我、照顾我的责任。我以前真的没觉得这些不对，我身边的所有人也觉得这很正常。我认识的一些叔叔阿姨，他们都嘴上说真羡慕我爸妈有一个女儿，可他们基本上都在生了一个男孩后选择不再生育，理由是舍不得阿姨们受苦。
就算只有女儿，他们也会想再要一个儿子，很少有人愿意去培养女儿接手家业。在他们眼里，女儿就该被宠成公主，什么都不用干，父母兄弟丈夫会为他们献上一切。他们不一定是重男轻女，比如我父母，他们是真的很爱我，只是他们好像被设定了一道程序，认为女孩就该这么养。现在我要打破这道程序。哥哥转身，他说：角角，你不能光说，要先行动，拿出成果。我坚定地点头，哥哥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从这个晚上开始，我全身心投入学习。爸爸妈妈支持我的决定，他们给我请了最好的家教，我每个星期的半天假期都和家教们一起度过。第一次月考当然没考好，毕竟距离我真正开始搞学习只有2天，但好在数学选择题的1、2题终于不是靠蒙的了。我玩了10几年，除了语文、英语，其他学科的基础稀烂。哦不，我根本没有基础。最开始的半个学期，我学习的进度就像蜗牛一样慢，成绩不在倒数，但也始终在下游，全靠语文、英语救我狗命。毕竟别人是高中进度，我还在补初中的裤裆。期中考试结束，选科分班开始。我说我要学全理科，爸妈大手一挥同意了。哥哥说他要学全文科，爸爸震怒。妈妈给我打电话时，我正在挠头算函数题。今天是奶奶的生日，一家人都在老宅聚会。我吃完饭就背着书包让司机把我送去补课。一家人看我这么努力上进，可高兴了。妈妈在电话那头带着哭腔说：角角，你赶紧回来，你哥哥非要填全文科，你爷爷和爸爸要打死他。好家伙，合着他们虽然同意我追求梦想，但他们还是没有忘记扼杀我哥哥的梦想，非要把他逼成冷酷无情的霸总3号。我跟家教老师道声歉，说明情况，立刻飞奔下楼，打了辆出租车赶去老宅。我到时，哥哥正跪在客厅里，爷爷奶奶坐在沙发上，爸爸手里拿着棍子，面色如铁，妈妈满面泪痕，抓着爸爸的胳膊。爸爸一面要打哥哥，一面又要安慰哭泣的妈妈，爷爷奶奶唉声叹气，感叹家门不幸。场面其实有点滑稽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在光滑的大理石地面上一个滑跪，大喊一声：你们重男轻女，你们偏心！我动静太大，一时间全场的目标都聚集在我身上。爸爸瞬间慌了，只解释自己没有重男轻女，爷爷奶奶也来拉我安慰我。我一把鼻涕一把泪，哭诉：如果你们没有重男轻女，为什么只把公司交给哥哥不给我？此言一出，全场安静，连哥哥都震惊地看着我。角角，你想要公司？爸爸眼睛瞪得像铜铃。我含泪点头，爸妈、爷爷奶奶，我找到了自己的目标，我要赚钱，我要扩展夫家的商业版图。可你们呢？表面上说支持我，心里还是偏向哥哥，不然你们为什么非要哥哥继承集团？爷爷道：不是，你这丫头，你也没说你要继承集团啊。是啊。奶奶握住我的手，角角，这当集团董事长不是那么轻松的事。你看看你爸爸你爷爷，皱纹比我跟你妈妈多多了，常年应酬，身体也不好，个个胃病。咱们女孩子还是过得轻松一点吧。我不管，我就要继承集团。我开始把自己扭成麻花，我一定会证明我比哥哥强。你们让哥哥学他喜欢的东西去，撒泼打滚，胡搅蛮缠是我最熟悉的业务。我这么一闹腾，他们可算放过了哥哥，答应让哥哥去学文科，但我也要用成绩向他们证明我有继承集团的能力。那天晚上，哥哥问我为什么突然想继承集团，是不是为了他？我大方承认，我没有什么很具体的目标，哥哥有，所以我愿意当继承人，让哥哥追逐他的梦想。哥哥觉得委屈我了？不委屈，一点都不委屈，那都是钱啊。哥哥如愿学了文科，仍旧霸占第1宝座。我进了理科普通班，
巧的是，郑思雨还跟我一个班。我每天拼命学，不再和以前的小姐妹们逛街旅游，不再参加各种聚会。我既然选择了高考这条普通人的道路，就要付出100%的努力。学校里的大部分同学也都在拼命学习，高一一整年，我始终很难进入中上游。可我比他们幸运，因为我的家世背景使我能接触到最好的教育资源。寒假和暑假，哥哥也会抽空辅导我的学业，妈妈每晚给我送水果牛奶时，也会为我解答疑问。高二上学期，我的成绩终于能稳定在年级中游。高二下学期的期末考试，我终于挤进了年级前200。虽然正好是第200名，但我以前都是1000名开外啊。郑思雨也有进步，她排第223。我们俩在公告栏前高兴地抱在一起，郑思雨眼睛亮亮的，付角角，你现在成绩比我好多了，以后得你教我了。我一口答应。上完下午的课，我们就开始放暑假，尽管只有1个星期。为了庆祝我们的进步，我决定请郑思雨吃大餐。天知道，为了搞学习，我1年多都没怎么出门吃饭了。这家西餐厅是爸爸好朋友的产业，更是我爸妈定情之地，也是我以前最爱去的餐厅。餐厅位于江城标志性高楼中，可以俯瞰江边夜景。走到楼下，郑思雨一把薅住我的胳膊，付角角，你确定咱们要在这里吃饭？对呀。郑思雨偷偷在我耳边说，没搞错吧你？这里面的餐厅什么的都很贵的。我请客呀。郑思雨用看智障的眼神看我，你请客？你什么实力就敢在这请客？走走走，咱们吃麻辣烫去，再点一杯奶茶，爽得很。郑思雨好像不知道我家很有钱。我拦住郑思雨，淡定掏出黑卡表示姐有这实力。郑思雨仿若石化般被我拉进去，直到坐在落地窗前，郑思雨才回过神，嘴里一直念叨他何德何能，竟然能进这里。拿到点菜的平板，看到价格，又露出割肉般痛苦的表情。他迟迟不敢下手，我只好点了我以前常吃的菜。服务员一走，郑思雨就问我到底是谁，怎么这么有钱？我只好把我的家庭背景简单说了一下。富氏集团。郑思雨瞪大眼睛，就那个帅气大叔首富傅问景的富氏集团。我点头，他是我爸。我的天爷呀！郑思雨捂着嘴巴，震惊。集团千金竟是我朋友。我忍不住笑了。对呀对呀。吃饭的时间，郑思雨问了我800个问题，诸如这破高考居然值得大小姐这么努力，我咋不出国 happy？ 我爸我妈真的是霸道总裁爱上灰姑娘的剧情吗？等等。我一一回复，比如我想努力拼搏，不当米虫，不留遗憾。我外公家虽然只是普通的教师家庭，但我妈妈也很优秀。我妈妈是 Q 大的学霸，因为一场辩论赛认识了我爸爸，两人从冤家到情侣。妈妈大3的时候就跟同学一起创立了服装工作室，毕业后被爸爸聘请，进入了集团名下的服装公司，成为一名设计师。妈妈和她的团队设计的产品一度大卖，她陪爸爸一起让亏损严重的公司起死回生，并逐步壮大，二人也修成正果。后来妈妈怀了我和哥哥，爸爸也正式接手集团，妈妈便辞职，在家当起贤妻良母。郑思雨听完叹了口气，好可惜，阿姨年轻的时候这么厉害，就这样在家当贤内助，太可惜了吧？可惜吗？我也觉得妈妈明明那么有能力，我也看到过妈妈很多的设计稿，里面的服装完全不输我在秀场里看过的那些高定。可妈妈为了爸爸，为了我和哥哥，放弃了自己的爱好和事业，哪怕她每天看起来都很幸福，我也为妈妈感到可惜。郑思雨很快就不再纠结妈妈的事，而是感叹我家这么有钱，我都这么努力，她也要更努力一些。她说她家里人都觉得她很乖，很听话，从小到大她的成绩都还可以，就连没考上一中都让她爸妈认为是因为没有发挥好，因此非要花几万块让她来一中借读，
同时还要交原来那所高中的学费。只有我知道，我的成绩本来就上不了一中，我没有他们看到的那么努力，我只是不爱出门，不是很喜欢社交罢了。他们看到我深夜学习，其实我也偷偷玩手机。他们看到我初中成绩一直不错，其实我都是临时抱佛脚，有时候还作弊。郑思雨喝着饮料，眼睛都红了。来一中读书真的好贵呀！我爸妈都是普通的工人，我不愿意来，他们非要我来。他们觉得我只是发挥失常，他们觉得我很优秀，他们把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，我不想让他们失望。可是一中的人都好厉害，我怎么学都追不上去，我好怕自己浪费他们的血汗钱。角角，你不知道，我压力真的好大，我经常失眠，好不容易睡着了，张青还打呼噜，我掉了好多头发。我寻思着他喝的是饮料，服务员也不可能往里面掺酒精啊。哦，郑思雨真的把我当闺蜜了。我坐到郑思雨身边，默默抱住她。思雨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你看看，你进步了这么多。接下来的一年，我们还要一起努力，我们一定能有美好的未来。吃完饭，我们沿着江边散步，聊了很多，我觉得我们之间更近了一步。暑假这段时间，爸妈他们住在别墅，我也打车过去。奇怪的是，家里居然没有亮灯。我带着疑惑开门，一瞬间灯光亮起，彩带喷了我一身。Congratulations！ 客厅里挂满了彩带气球，还拉了一道横幅，上面写着恭喜付角角考取年级第200名。爸爸妈妈还有哥哥都在。妈妈先给了我一个大拥抱，我的宝贝女儿真棒，妈妈为你骄傲。阵仗好大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爸爸和哥哥也都向我表示祝福，还给我准备了礼物。我看到他们眼中的骄傲和自豪，居然有点想哭。看吧，我的努力真的有回报。高3一年堪称地狱，永远做不完的试卷习题，1周1小册，1月1大册。前面的同学都很拼命，我的成绩爬得很慢，但好在我一直在突破自己。由于压力太大，本来就喜欢吃甜品的我吃得更狠了，体重不减反增。哥哥和妈妈只能在极少的假期里带着我晨跑，锻炼一下身体。爷爷奶奶很心疼我，爸爸却说我现在这股拼劲特别像他和妈妈年轻的时候，他觉得我现在这样很好。更何况他商业伙伴的儿女大多在外头吃喝玩乐，花天酒地，我和哥哥这么优秀，让他特有面子。冲刺的日子漫长又短暂，黑板上的倒计时一天天减少，我们终于迎来了高考。我的考点就在本校，哥哥在另外一所学校，爸爸送我，妈妈送哥哥。去学校的路上，爸爸都不敢跟我说话，叱咤商场的副董在我面前生怕说错一句话，反而加大我的压力。直到我快进校门了，爸爸才突然喊一句：角角，加油！这一声让风神俊朗的中年霸总又吸引了不少目光。我回头朝爸爸比了个心，爸爸瞬间松了神色，灿烂一笑：付角角，你爸爸好帅啊！天哪，这就是帅大叔的魅力吗？啊，他不是那个谁吗？角角，你爸爸居然是富士集团的董事长。身边有认识我的同学纷纷拉着我讨论。唉，有这么一个多金又帅气的老爸还是很烦恼的啦。3天的考试，爸妈换着接送我们，最后一天连爷爷奶奶都来了。家里没有人问我和哥哥考得怎么样，感觉如何，我和哥哥也都默契的没有问彼此。考完试的我突然轻松了，郑思雨去考驾照和打暑假工，我和哥哥则被爸妈带着出国玩了半个月。回来后我就开始健身减肥，和哥哥一起考驾照。出高考成绩那天，爷爷奶奶都来家里了，我知道他们根本不担心哥哥，只担心我。毕竟哥哥始终是第一，几乎是板上钉钉的省状元，而我的班主任和爸爸找的一堆专家都预言我应该可以考一个不错的211。当然，他们没告诉我别人的分析。我根本不紧张，我已经付出了全部的努力，
于是他们在那紧张看表的时候，我在追剧，还被虐得嗷嗷掉眼泪。12:01到，网站崩了，我和哥哥试了几次都进不去，便双双回房睡觉，留下4个长辈拿着我们的准考证在那继续试。第二天，我是被电话铃声吵醒的，眯着眼一看才6:0几，郑思雨的大嗓门传出来：“角角，你查分了没？你考了多少分？昨天发消息你一晚上没回。”“啊，我还没查呢，昨天没登进去我就睡了，睡觉了。大小姐呀，你心真大，快查！”我磨磨蹭蹭打开查分网址，真到了查分的那一刻，我突然紧张了。在郑思雨的催促下，我查到了自己的分数，633。我原地蹦起，完全超出我的预期。多少？633。电话那头沉默2秒，随即发出尖锐的报名声：“付角角，你出息了。”当然，我也问了郑思雨他考得怎么样，他说他家祖坟炸了，他考了620。真好，我们的付出都有了回报。接下来的2个月，家里的情况都是换晴，出去逛街呀。你怎么知道角角考了633？还知道云间考了省状元？副董，这个文件需要你签一下。你怎么知道我闺女考了633分？傅老爷子，下意举起呀。你怎么知道我孙子考了省状元，我孙女考了633分？傅老夫人，这条丝巾很适合您。很适合我那考了633分的孙女。哥哥作为省状元，顶尖的2所大学早就来抢人了。爸爸希望哥哥能报 Q 大，毕竟他和妈妈都出身 Q 大。可哥哥早就选好了 B 大的考古学，给爷爷又愁了一阵。哥哥说，凭角角的分数，完全可以报一个好的财经大学。爸爸、爷爷，你们未来可以放心把集团交给角角。我也拍着胸脯保证，我一定会让集团更上一层楼。就让哥哥去挖坟吧。哥哥生平第一次瞪了我。最后哥哥去了 B 大，后来成功保研读博，全国到处跑到处挖，还给我找了一个既会写剧本杀剧本又会修复陶器的嫂嫂陶婉。嫂嫂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姑娘，父母极度重男轻女，她为了追求自己考古修复文物的热爱，同时又为了生活费和学费，大学的时候就开始给剧本杀和密室逃脱写剧本，还和校友合伙开了店。遇到我哥的时候，嫂嫂正跟着他师傅修复出土的陶器，我哥哥就是去送陶器的人之一。哥哥说他对嫂嫂一见钟情。我嫂嫂那么美那么温柔，他肯定是见色起意。郑思雨进入了本市一所很不错的师范大学，毕业后就职于一所私立初中，并努力考编。2战上岸，成了一名有编制的初中语文老师，这是他爸妈眼里最好最稳定的职业。至于我进入了本市的财经政法大学学习金融，还积极参加各种竞赛和项目。由于郑思雨大学期间爱上玩乙女游戏，老跟我吐槽凭什么那些游戏都要他去攻略男主们，烦死了，不应该是男角色来攻略他吗？他一边吐槽一边拿兼职赚的钱氪金，而我却发现了商机。我虽然不玩游戏，对这些东西不懂，但富士旗下有游戏公司星耀，还经常到处收购新冒头的游戏工作室，我何不策划开发一个由男角色一步步讨好攻略女玩家的游戏呢？有了这个想法，我立刻向爸爸说明，组织团队写策划案，在做了一次次调研和修改后，我们团队的方案在会议上通过了。大3那年，这个项目正式开启。原本准备出国留学的我，也因为这个项目将留学的计划往后推。经过3年的制作，这款游戏成功上线，反响很好。游戏取得成功，我也顺利被英国一所顶尖大学录取。因为英国的菜太难吃，我不得不学会做饭，并且拼命结束学业回国。
走上了家里以前为哥哥规划的道路，进入星耀出任总裁。令我没想到的是，我上任后要收购的第一个游戏工作室的创始人竟然是陈矿。他们工作室的合伙人基本都是当年那群一起在网吧打游戏的少年。后来一次庆功宴上，小狗告诉我，当初我留下一句要他们好好学习的话后，陈矿就跟变了个人一样，真的开始用心钻研起计算机。职高毕业后，陈矿一边带着他们打工赚钱，一边学习创业，终于在这3年里把工作室办了起来。第一款小游戏就受到很多用户欢迎，也算是苦尽甘来。在会议室里，陈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，估计认出我了。其他人明显没认出我，只有小狗盯着我的名片挠挠头。副总，你也叫副角角啊？我笑道，不是也，我就是那个副角角。会议室瞬间安静。他们认不出我并不奇怪，毕竟这些年我减了肥，还保持健身，再加上长开了，整个人都有了明显的变化。更何况我们也就见过2次，如果不是我当初一掷千金给他们买装备皮肤，他们估计都记不住副角角这个人。小狗傻眼了，你原来是富士集团的大小姐呀，难怪那么有钱，你这变化也太大了吧。我笑眯眯地说，我还得谢谢你，要不是那天晚上坐在你后座吹风，我也想不明白一些事，也就不会有今天的我。接着我看向陈矿，我很看好你们这款游戏和你们工作室的发展前景，跟我合作，我保证你们能有最大的自由和最雄厚的资金做自己想做的事。陈矿微微勾起唇角，褪去少年的锋利，现在的他更成熟稳重。好，副总，合作愉快。番外33岁生日这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。在梦里，我的爸爸妈妈是一本甜宠文男女主，而我是出现在结局和哥哥番外里的配角。在蜜罐子里长大的我，天真又任性。高中时不愿意学习，跟着陈矿他们天天逃课泡网吧打游戏。陈矿是叛逆青年，长得又帅，我被他彻底迷住，跟着他学会了抽烟、喝酒、打架。陈矿也很喜欢我，会让他的小弟叫我嫂子，还会在夜里带着我骑小电驴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，给我买我从没吃过的小吃。我的异常很快被哥哥察觉并告诉爸妈，爸爸震怒，他认为我被陈矿这个小混混带坏了，不许我再和他接触，很快办好手续把我送出国。可我深爱陈矿，要我们分开就像要了我的命。我各种绝食自残，还企图自杀，爸爸只能用陈矿的前途和家庭来威胁我，陈矿也不得不向我提出分手，很快和别的女生在一起。我心灰意冷去到英国，每天和一群富二代们吃喝玩乐，醉生梦死，从不上课，考试也都是找人代考，连大学毕业证都是爸爸捐楼买的。回国后，我也难改在国外的作风，混迹于各种娱乐场所，还包养起男爱豆和男演员。爸妈和哥哥对我很是头疼，他们的要求一再降低，只求我别违法犯罪。后来我认识了一个名叫周龟的男人，他有几分像陈矿，是公司里的一个小职员，意外在地下车库救了差点被抢劫的我。我竟然对他动心了，他的欲擒故纵让我爱到无法自拔，非要嫁给他。爸妈和哥哥把他里里外外查了个底朝天，发现他是孤儿，在孤儿院长大，让我更恋爱了。我的胡搅蛮缠加上周龟的完美伪装，让我们顺利结婚。周龟成了夫家的上门女婿，能力一般的他也被提拔成部门经理。可惜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凤凰男，利用我这个恋爱脑来一步登天，还在我孕期出轨，被我哥抓个现行。他下跪求我各种磕头道歉，悔不当初，我这个死恋爱脑居然原谅他了。哎呦我去，气得上帝视角的我心脏疼。爸妈他们当然不同意我俩和好，非要我们离婚。我不依，直接挺着大肚子和周龟跑了，给我爸气得不轻。我和周龟跑到了另一个城市，就算我离家出走，我爸也没舍得停我的卡。周龟说他要出去找工作，
要给我最好的生活。我信了，可他却拿我的钱继续找小三。TMD， 就连我要生了的那天，他都在外面和别的女人开房。我打他的电话打不通，羊水又破了，只能自己忍着剧痛叫救护车，哭着给妈妈打电话。爸妈和哥哥连夜坐直升机来找我，我孩子都生出来了，周龟才被爸爸的人从酒店里抓出来。这次我可算是清醒了，和周龟离了婚，他净身出户，在爸爸的操作下，他穷困潦倒，在某个深夜跳楼自杀。就这样，我带着女儿回归家庭，哥哥也娶了一个门当户对、雷厉风行的妻子。在番外的末尾，我们全家照了一张全家福。可梦并没有结束，我这个用来衬托优秀哥哥的工具人妹妹，在某一天抱着女儿出门散步，竟然又遇见了陈矿。他当时西装笔挺，在看到我时还愣住了。我一个人抱着孩子，虽然浑身上下都是名牌，但受了情伤，经常暴饮暴食，放纵自我，眼神里满是疲倦和麻木。角角，他似乎不敢相信眼前的人是我。我冲他扯出一个微笑，好久不见，陈矿，你怎么？你看起来过得很好。女儿不认识陌生叔叔，怕生的她一下子哭了，我又忙去哄她。陈矿的眼神很复杂，有疑惑，有心疼，好像还有后悔。你结婚了？离了。我强颜欢笑，他爸爸是个人渣，幸好已经死了。陈矿瞬间无言。陈总，一个年轻人朝陈矿走来。陈总，张经理他们都到了，该去开会了。你忙吧。我抱着女儿要走，陈矿却拦住我。角角，这是我的名片，你有什么事的话可以联系我。我没有看他的名片，更没有接，只留下一句不必了，转身拦了辆出租车离开。最后一个画面是我在出租车上泣不成声，我一哭，女儿反而不哭了。从梦里醒来，我发现自己出了一身冷汗，直觉告诉我这些不仅仅是梦，它一定发生过。手机震动，是妈妈给我打来电话，我整理一下情绪接通，妈妈轻快的声音让我安心不少。宝贝，你机票订好了吗？你后天到底能不能来巴黎看妈妈的时装秀啊？自从我和哥哥都考上大学，妈妈也在我的鼓励下重拾梦想，创立自己的服装品牌，如今还能开时装秀。我笑道，放心吧，票买好了。那你记得带男朋友来啊。母亲大人，我昨天过生日都在谈合作，我上哪找男朋友？上哪找你说上哪找，陈矿不错呀，我和你爸爸都觉得他行。他接手你在星耀的位子后干得多好，人又谦逊守礼，和你在商业上也合得来，你赶紧把人家抓住。又来了。妈，我这马上要开会，我挂了呀。哎别，我赶紧挂断电话，这时门铃又响了，我拖着疲惫的四肢去看屏幕，外头是陈矿。起猛了，再看一眼，嘿，还真是他。他不是在美国出差吗？副总。陈矿晃了晃他手上的礼品袋，笑容惹眼，我来给你送迟到的生日祝福了。